你觉得这里适合躺平吗？我很适合学习。挺适合的。有钱就可以躺平。躺平是适合有钱人的，那穷人躺平躺的是焦虑，躺的是逃避。就是有点霸道躺。与偏居北疆的鹤岗不同，大亚湾紧邻深圳，据说每年都有不少北方人南下旅居，真有那么香吗？第一站是惠阳区，这里也是大亚湾片区最热闹的商业之一——五月广场。刚才还是蓝天，突然一下就倾盆大雨，现在又是特别热、特别晒。约了一个本地的土著朋友在五月广场这边见，等会儿了解一下他们本地人生活状态是怎样的。嗨，黄家驹，土生土长的大亚湾人。惠州客家人比较多哟。对，这主体部分是客家的。你们是吗？我们是。那你们以前是来自哪里的？我就非常清楚了，我们最开始是河南人，北魏孝文帝的时候，据我爸所说呢，他的祖先是个宰相，他们是二房还是三房，然后呢，因为触犯了朝廷的某个条例吧，就跑路，他三房是跑到福建呢，然后往潮汕地区到汕尾，再到惠州。至于我们是不是南迁那批过来的，我也不清楚。但是就听我爸说有这个历史嘛，不知道是真是假，族谱是这么写的。小孩子会看那些吗？我不看，但他会念叨，他会教我，如果你在汕尾遇到什么事情，要念出他那首古诗，有个什么骏马堂堂出异乡，然后什么什么，我后面记我就忘了，他说保你安全。客家人的暗号吗？不是暗号，在他们眼里是同一个血脉，可能用的族谱都是同一本。这首诗由后周工部尚书黄翘所作。他在80岁的时候决定遣散21个子女。8至之年，黄某之愿儿孙各成其志。听我家诗一首：骏马堂堂出异乡，任从随处立纲常。年身外境又无境，日久他乡即故乡。家族是不是有很庞大的体系？我有差不多20个表姐，计划生育也搞不了广东人。我好像我条命值3万，差点小命不保。如果说按宗族观念来讲，我爸那边也会强很多，我们可能就会更在意自己以家为单位嘛。你们这边就是对于传宗接代这种事情，是不是会比较必须有儿子？必须有儿子，现在也还是这样吗？那就看你爱不爱父母咯，你爱就要有生个儿子咯，不爱的话你生不生都没问题。你自己的观点呢？我爱父母，因为他们留了钱给我，就相对嘛，因为父母给了一个好的生活条件，然后他就这个要求，你生不到就没办法的，你生得到你怎么可能不生给人家？你们这边家族企业应该有点多哟。我们家族企业就养鱼啊，但是到我这代断了。还是有很多人在养殖吧？养殖已经淘汰了，全部被也相对2个字叫征收掉了，就本来在海上鱼排就可以养，现在国家不给你养了。他要把海把控好了，他们有统一的人管理去做了，不给散户养了。哦，那你们村里面有没有什么分红啊，或者说是集体性的会有一些。你们会有，是因为你们那里位置还是比较可以的吧？是我们家被拆了。被拆了？是老家被拆了。拆迁大概赔付了多少？12年的时候，每个人算上就是现金大概有万左右嘛。然后我们家5口人，那就房子大概8套吧。是赔偿的吗？赔偿的，1分钱不用掏。就是安置那边也有你们自己可以住的地方。有。然后但是你们自己选择了出来买土地自己建房。因为我们本身一直都没有在家乡住嘛。你们房子是什么时候建的？17年吧。不久哎。不久啊。就是说你们拆迁也没多久。哦不，我们的迁移跟拆迁没有关系。那你们澳头那边是怎样的房子？我们澳头是一个比较普通的自建楼，在20年前吧，其实没有商品楼这一说，可能只有1到2个那种商品楼吧。住的人大概率都是外地人，就是外地过来务工啊、单位那些啊，才会有可能住这种商品楼。本地一般更多的选择自建了。那澳头那边的房子怎么处理了？出租了，我们其他的房子都会去出租。多大的房子？总面积大概差不多800平方吧。几层啊？它是占地120，有6层。方便问租金吗？我们是承包给别人，
现在平均来说，一栋有1万块左右吧。一个月？最近2年行情差了，他们哭哭闹闹减1、2千、1、2千来减了，少一点了。那你为什么不在家收租？有时候啊，那你跟收租跟工作有什么关系？就是其实我们可能我们的风气分得比较浅，我们收的部分全都是家里的，只有自己创造那一部分才会属于自己。你有没有上过班？有没有996过？我肯定上过班，因为我曾经也在深圳实习过，然后我下一份工作回到惠州是做酒店管理的，我做了3年酒店管理。然后呢，创业有做剧本杀，有做过餐饮，然后现在做这个展会，做过挺多东西的。因为做生意嘛，什么好做我们都会去设计，只是做的周期长短来讲，就我们相对会非常自由了。可工作的时候我们就会在工作室完成，然后每个月其实真正的去场地工作的时间也就3、5天。你周围的就是和你一样的年轻人，他们一般是怎么样的生活状态？这边更多的是不工作的人吧，因为他这个城市的生活节奏慢，而且相对来讲，每个家庭的生活条件过得去，所以衍生了挺多那种不工作或者是做一些比较放假周期长的工作的人。因为其实这边的就业环境比较差，你要在这边找一份好的工作不太好找，但大部分年轻人他更希望有一份不错的工作，体面一点的工作，没有那只能待着。你有没有考虑过去其他地方生活呢？其实我在深圳生活过1年，但是我得了红眼病就回来了。得什么？红眼病，身边人太有钱了，让自己过得不快乐。真的，因为我们当年我们读书的时候有深圳的同学嘛，然后但凡我们去到深圳，总是有一些知名企业的孩子出来，就是我们平时听过的品牌啊，或者是你觉得接触不了的，但是你会接受他们的孩子，你会发现你梦寐以求的东西在你的眼里是垃圾。以前在小一点的时候，我经常鞭策我父母要努力一点。你看我同学们的家长是怎么样的人，后面慢慢长大之后，发现都不容易。像你们这边的人应该会很少去其他地方定居吧？大部分留在本地吧，因为只有强者才能去外面。留在本地的有2种嘛，一个就是本地婆罗门嘛，你应该看过这个词。你本地有钱有资源的人会好赚钱很多。另外一方面是没能力出去的，因为你在深圳打个工，你做服务员5000块，在这边3000块，差不了多少，那干脆就留在本地。我是觉得扎根需要勇气啊，父母帮的不多的情况下，你的钱就不是你的钱了。而我们可能本地在这里的话，不需要考虑买房的问题，那我们只考虑我们自己要该怎么规划未来的生活就行了。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轻松的。轻松很多，因为有时候觉得好像人生不去一下1线城市闯一闯，好像浪费了。但是你会发现那些地方不是留给垃圾去的。对，我是这么想的嘛，所以说我宁愿待在这里。那这边的房价现在大概是多少呢？1万块钱能买个很好的，8000块钱能够买个适用，租房就便宜咯。1000块钱能租个很好的3房，1000块钱出头吧。外面的这些楼盘，他们入住率高吗？不高，大概我个人认为啊，40左右吧。一半都不到哎。只能说挺多楼盘是过剩的，因为这里的楼盘不是留给本地人买的，是留给深圳的炒房客买的。这里接纳最多就是深圳炒房客或者深圳那批买不起房，只能再将就一下来惠阳买。惠州，住深圳工作这种通勤满足不了的。他们广告吹得再好，离沙田站多近，不现实，只是一个最快的直线时间。谁上班出门不塞车？这边外地人多吗？多，真的挺多。比如说石化区，大部分都是外地人在工作，搞渔业的人都是叫外地人吧，他们20-30年前都来惠州了，他们大部分潮汕、福建人嘛。相对来讲，在后面来的只是一些普通打工人啊，不多。大亚湾这边躺平的人比较多。你说外地来躺平的，更多是一种文艺范吧。丽江也有，什么，反正那些城市看起来有点文艺的都会有。你觉得这边适合躺平吗？外地人？躺平是适合有钱人的，不适合那种就存个几万块钱过来躺一下又回去打工的人。那穷人躺平躺的是焦虑，躺的是逃避。
除非你有一定的被动收入足够你的开支，那你有资格躺平。父母又在，如果有孩子的话，你还选择躺平，这种人就是我个人感觉对家庭不负责。父母养你这么大，你不交钱就算了，还搞躺平那一套。放松其实2-3天就够了，你长期的放松就像天天放假没有上学的感觉，那放假就不叫放假了。我要走的时候，商场正在开展漫展活动，刚刚还很安静的大厅一下子热闹了起来。这个是不是唐麦郎啊？这一带是典型的新城区，马路宽阔，商场崭新，必不可少的还有密密麻麻的高层住宅。商场对面的小区最便宜的3室要65万，贵不贵？现在准备继续出发，去探访地理意义上的大亚湾。已经到大亚湾了，旁边就是这边最大的一个文旅盘碧桂园的10里银滩，也是这边最大的一个旅居之地。看街道的环境感觉还是不错的，绿植也很茂盛。这里有一个公交站，看一下是往哪边走的，2个路线。这边的楼盘阳台好大呀，这个看海景太爽了。还有一个瑞幸咖啡。碧桂园这里有一个比较大的商业，还有麦当劳哦。这个沙县小吃可以看一下这个价格，这个应该能说明当地的物价水平。价格看起来还是比较正常的。这里有一个室内的超市，里面应该还是蛮大的，还是有几层的，4层。这个商业里面是没什么开着的店铺的，不过小区旁边还有一个市场。这个银富市场看起来有点不起眼，但是它却是小金湾和碧桂园这边最大的一个市场了。我发现这里面真的还蛮大的耶，就光是卖肉的话都有好多家，是那种比较老式的菜市场。这里居然还有一个服装市场，上去看一下。这一层非常大，各类服饰也很齐全，但是一个人都没有。10里银滩和小金湾，他们沙滩旁边的楼盘的话，都有直通海边的出口。这是碧桂园小区的内部环境。这里的高层住宅和别墅应有尽有，20多万可以买一套60平的小2室，租的话700块就能租一个1房1厅。这里还依山面海，春暖也有花开，山上也有树木可以给你砍成柴。如果你心情不好，还可以躲进港湾的游艇里，遥望大海，借酒消愁。这个港湾还真有点像个酒杯。即使你厌倦了这里平淡的生活，只需要1个多小时就可以抵达深圳，从兴奋斗到凌晨，感受人生的充实。如果你觉得深圳太远，那大亚湾石化工业园欢迎你，这里创造了惠州近1半的 GDP， 以及数万个就业岗位，总有一款适合你。当我以为这一片已经被文旅盘占据时，摊开地图，偶然地发现在这一片高楼的缝隙之间还保留着一个城中村，这就很广东特色了。这边是海，这边是沟，我身后就是那个村子，但是在地图上没有找到它叫什么名字。海角路，这里有6号码头，这里会有海角7号吗？古早 loft 的户型，好可爱。集装箱的房子，应该有2房1厅。这边应该是一个祠堂吧？看这个建筑风格。这个祠堂走进来，每一面它就是贴了瓷砖的，然后上面啊各种雕花呀，就
这些做得很精美，但是和旁边的那些建筑的话，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里有一个皇室主祠，然后隔壁又有一个皇室宗祠，所以这边的话，对于文化传承这一块是延续的特别好的。但村里大部分的房子看起来已经被废弃了，模样还停留在几十年前传统的岭南民居的风格，只有那棵大榕树还常年保持青绿。你们这个村子好像有点小哦。是啊，是很小的。你们有跑过哪边去吗？对，我们从那边过来的。是啊，是不是很小的？全部都是破房子那边。有看见哪边的破房子吗？看到了，是已经拆迁了吗？没有，没拆迁。住在这里的人还多吗？不多。这上面都是以前的房子还是后面修的呀？以前是后面修的，10来年，10多年。那这些土房子感觉已经修了好多年了。100年都有了。现在村里面年轻人还多吗？不多，全部都好多出去了。他们一般是去哪里啊？哪里地方都有，惠州啊、淡水啊、惠东啊，哪个地方都有，深圳啊哪里都有。哦，留在本地的不多了哈。没钱的就留到这里喽，有钱的人有钱买房子的就跑喽。村子里面走出来，我走了一路，我发现很多小区基本上都是空的，就算是旁边的那个碧桂园已经成熟的小区，入住率也是很低的。这边没有什么海角七号，就是网上看不到名字的这个小村子，叫鹤嘴村。我找了这边的一条美食街，随便看吃点什么。这里洗碗直接给一个盆儿啊。点了一个茄子包和一个椒盐海虾，茄子包20几块，椒盐虾60几块钱。这个茄子包真的特别的下饭。这是你自己的店吗？这里我也打工，真的我是打工的。那你是本地人吗？不是，不过来这里都10来年了。10来年了。但是我们不在这边，我们刚来快3、4个月吧，这里。这边租房子应该也挺便宜的。便宜，这里确实是便宜哦。你要租那些像这惠贵附近的话，也就可700、800就可以1个月，2房3房的都有。装修好的那种。对啊，这里基本上你像碧桂园这里估计都上万套，就说建起来的。哦，总共。对，好大一个碧桂园那里。你觉得这边适合躺平吗？有钱就可以躺。那你这里消费很高哦。消费很高。对啊，你在这里消费多高啊？这旅游区消费高啊，躺平估计也是。那你觉得需要有多少钱在这里躺平才会躺得比较舒服？这里啊，你有房有车有存款，我觉得有100来万就可以躺平了。100来万。对，就可以躺平，我觉得可以。就说有房有车的情况下哦，就可以躺平。现在像我们年轻人哪有那么快实现财富自由，很多是基本上负债累累的，哪有那么容易躺平？现在是不是？在十里银潭的旁边有一个原住民的村庄，以前有一个古盐田，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网上的话找不到资料，现在去寻找一下，看能不能找到。小孩歌，有古井吗？古榕树啊。你也在拍吗？你也是个小博主啊！你几百个？你们上几年级了？我们3个初一。你们学校人多吗？肯定多。几个班呢？一个年级？就一个班。一个班有几十个人？40多个。这里有好大一个别墅啊！这是狗住的。没有人住吗？流浪狗在住吗？不是，别人家养的。榕树在哪里啊？榕树，你可以走下去。
那是几百年的楼，那个。可以啊，可以多说一点，到时候你可以看到你自己。你要关注我。我们加微信。男主是谁呀？他。我。你叫男主啊？女主是谁？那你们觉得你们这里适合躺平吗？应该不是。不适合，为什么？我们适合工作，我们适合学习。小孩哥带我们看一下这边的建筑。这个没人住吗？没有，老房。我这个也是地主，晚上这门会关的。这里就是一个很大的姓黄的吗？就是不管你姓什么，每一个祠堂都要去记一遍。每个小孩都这样。哦，这是这里最大的一个。你们这边还有没有晒盐的地方？晒盐的？没有。什么是晒盐？好像不知道。这片盐田一块一块这样荒废了，以后这个盐田都传不下去了。这个盐田如果荒废呢，很难恢复的，不是一下两下做得到的。这个盐田一般荒废复一般都要1年左右才恢复得到，恢复到爬盐的没有这么干净的。现在这个爬起来的盐呢，我们销路呢有点困难了。现在年轻的一代的年轻人都不想爬盐了，不想再爬盐田了。明清时期这里的盐业还特别的兴盛，但是随着工业化制盐的普及的话，这里的盐田大部分都已经荒废了。伴随着古盐田的消失，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而不变的是信仰。红墙绿瓦，飞檐翘角，在相距不到3公里的海岸边，还有一座妈祖庙。即使身处21世纪的钢铁森林里，1000年来的信仰依旧在。可见海洋文明已经刻进了本地居民的基因里。妈祖将永远在此为人们守护一片安宁的大海。You're welcome。这里已经成了旅游度假地，过来时没有看见几个人，参拜的大姐可能是本地人吧。大部分游客还是比较喜欢打卡。大亚湾的阿拉亚。你们经常在这里唱歌吗？每天一上午。一上午都在这里。上午在这儿。每天都唱。每个星期都一上午都来。哦，你们就住在这边吗？啊？你们就住在这边吗？对。哪里啊？我住水蓝天，我们几个都住水蓝天。哦，你们是一个歌团吗？不是歌团，我们住一个小区，经常过来唱着玩。哦，一起过来玩的。啊。那您是哪里人呐？我河南。河南的，在这边养老吗？对。哇，好幸福啊！一朵云霞，绚丽多姿，如诗如画，我在黄。是谁的小船？说翻就翻。这个小区算是这边还不错的楼盘了。小区外面的商业也还蛮齐全的。还见一个在这边躺平的朋友。2栋吗？12栋。我之前住那一栋，最西边，落日超级大。好安静啊，一个人都看不到。都有人住吗？你像晚上我这栋好像就我开着灯，没有人。这个电梯的窗景都是好美的。这是我家。
你这个房子租成多少钱啊1800。1800，就是进来什么都有吗？对，大概就是这样的一点我自己的东西，基本上都有了。电视也是他的，冰箱也是他的，还有我的狗的床。这是你的卧室。这里租房还是比较划算的。视野太好了。这些他们都是2室带燃气，然后就这些所有这些都基本2室带燃气，2500到3000，会比这里还要新还要好，那里更新一点。可以介绍一下你自己吗？我是浙江温州人，32岁，92年的。我来这里就是玩飞盘，然后我喜欢海边。浙江温州的话，也不会要去996这种吧？他们不上班，他们跟福建一样的嘛，就是宁愿睡地板也要当老板嘛。我们那边人就是这样子，不愿意上班。而且出来的人好像有点少哦。对，他们都会想回去。就是想出去看一下吗？对，我待在那里，我觉得很不舒服，我就出来，我就是会出去玩，出去看看。一个人在这边，你的家人或者亲戚朋友啊，这些是有什么看法吗？没什么看法，因为我们如果观念不同的话，我们可能中间会产生过一些矛盾，我们就自己做自己。自己做自己。对。其实浙江那边对于就是成家呀，就是传宗接代这种是比较有一种重视的。是的。所以我就是有一些时候很痛苦啊，但是现在就是挣脱出来了吧，我觉得算是挣脱出来了。那以后会怎么样？就是顺其自然，该怎么样怎么样。我倒没有抗拒任何事情了，但是你非要说在某一个节点一定要做某些事情，不做就会不行，我觉得不是这样子。我不说不做，但是你不能说一定要按照你的方式去做。之前你是在做什么呢？也做这个啊。做游戏吗？对。这种游戏的话，它就是在什么地方都可以做吗？你有电脑就可以做。有点好奇，这个游戏它是怎么赚钱，能赚多少？它这游戏的经济系统很好，它20多年了，22年了，03年的游戏。我上初中的时候逃课出去玩，逃课去网吧玩。初中都开始玩了。对。它里面的它的装备、它的道具会有人有需要嘛？但有些人他又不知道这个东西能卖多少钱，他会摆得很便宜，然后我们就会去把它买过来，重新摆一个价格卖，或者我们会判断一个东西的价格走势，根据游戏的改动，提前给它囤起来，去炒它。这是什么样的人会买这些东西呢？就是玩游戏的人。玩游戏的普通玩家吗？普通玩家、老板，他这个游戏你只要花时间就能挣钱，等于你可以在游戏里面搬砖上班，但是他就需要装备，需要道具。他产出完了之后会有老板为了玩得爽，就会去消耗它。给他看。就是我很多账号就是一个循环，有人搬砖，有人奢侈的消耗，他就有需求，他就可以赚起来。我们反正每一头的人都做。我们有群啊，我们有一个人他会分享一些心得，我们会在群里面探讨很多东西，还有很多离奇的在这个游戏里面赚钱的方式，有赚很多的，有亏很多的都有。那方便说一下大概能挣多少吗？挣得多的时候是多少？挣得多，半年挣了30，亏的时候也亏了一些。然后正常的时候也正常，反正还行吧。足以就是支撑起在这里躺平的费用吗？可以啊。可以，完全可以。可以。我现在做的这个东西是我去年10月份开始，然后我那段时间收了很多东西，我现在只用摆上去卖就可以了，所以平时没有花太多时间。你觉得这边就是消费水平怎么？我觉得跟深圳的城市里面差不多，就是景区，在这里常住的人还是居家的感觉多一点。还是会更多自己做饭，所以它这里的什么美团买菜啊这些会很发达，然后一些生活超市，对很多老人家，所以生活还是蛮方便的。很多像我这样子的人在这里，躺平过来租房子的是吗？对，租房子的，然后还会有一些学校的家长、学生了，那边有一个学校，有个国际学校。觉得大亚湾这一片适合躺平吗？挺适合的，因为我觉得这里
它离城市也近，高铁站这边上高铁站就有好多个，去深圳去广州，非常方便，开车也很方便。我周3去深圳训练的话，只用一个红绿灯，就是这个小径湾门口的这个上高速的红绿灯，一路高速就到我的目的地，1个多小时嘛，1个小时出头就到了。我如果在深圳工作，我会选择住在深圳，但是我在深圳住的话，性价比非常低。我要有狗，但是深圳你要想有一个可以遛狗合适的地方，就很贵，不划算。我每周我也没有太多的城市生活的需求。那你们这边有没有一个一起玩的圈子啊？有一些群的，我们去年玩的比较多一些，今年大家比较忙，聚的少。他们会去海里边，捞鱼，会去捞螃蟹，会下网，他们可以捞到这么大的螃蟹，然后一起玩，一起聚会，一起吃饭，玩游戏。这个圈子里面的人大部分是从事什么的呢？有短暂过来旅居的，有可以远程办公的，有做设计的，都是数字游民的那种。类似于这种有一些。过来，耀西，一模一样，过来。大亚湾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年均气温23摄氏度，雨季集中在4到9月，偶尔有台风的影响。背靠铁炉藏森林公园，直面浩瀚的中国蓝海。2000年后开始大力开发，原始的海岸线逐渐遍布文旅盘小区，邻近的海滩也以人满为患，除非你避开节假日。这是在小区里面华润的一个楼盘，但是这里面超级多的公寓住宿，小区出来就是沙滩，游完泳了，直接这里冲一下脚就进小区了。这里因优质的沙滩而得名十里银滩，激动的我想在这海里游泳，但我被劝退了。海滩遍地都是垃圾，这与壮丽的山河景色太割裂了，我决定离去，沿着海边往西走。山那边是更热闹的霞冲镇，冒着白烟的地方就是石化区。走过去时，太阳将要落山，在海边骑行、散步的人也多了起来。白天还湿热的海风也变得清凉。如果说十里银滩是大亚湾现代化的样板，那这里就是渔港小镇的烟火气。这里有弥漫着咸腥味的海鲜市场，以及停满渔船的码头。它这些海鲜店的话，都是可以去那个市场里面买海鲜，买去加工。最开始那一家他说加工的话是10块钱。现在去市场里面先去看一下海鲜。霞冲市场，看一下价格如何好。基围虾30，皮皮虾80，花甲15。哇，2个贵货在 PK。
这个是35吗？对，就这个2个人吃的话搞1斤吧。1斤啊，够不够？好不好？我帮你捞啊。1斤2两4可以吗？44块，好。价钱的话，因为然后不同地方价钱也有变动的嘛，不是产地不一样的话，价钱不一样。比如外地、本地的，价钱差5到8块就很正常。5到8块啊。然后那条虾也有永膏、梅膏，感觉价格还是便宜啊。然后现在把这个皮皮虾拿去旁边的那个餐馆，就是加工一下，看他们多少钱。这一家有冷气开放，先去他们家问一下吧。找的这一家餐厅呢，它是加工的话，皮皮虾是15块钱1斤，再点的其他的2个小菜，和前面吃的那一家大排档价格是差不多的。虾香的声音有没有？叮叮糖谁吃过的？网上说霞冲这边还保留了疍家人的文化痕迹，不知道这一次我们过来找不找得到。这边停靠了特别多的这种船。疍家他们又称是水上居民，他们以前是没有田地的，都是以在海上耕海为生的。从这里跳下去看一下，嘿呀，瞧一眼。你们这个网是每一次打鱼打了都要重新弄一遍吗？是重新称一下嘛，有那些拉渣嘛。哦，把脏的东西弄出去吗？是啊。哪里打呀？就是这个位置，这个它还敢去外面，不敢去外面。啊，你们不能出就是外海去打吗？不敢，风怕什么？太远了，小船就不是大船。好像这边还有疍家的人吗？疍家没有啊。现在本地也有钱了，发财了，不想打鱼了。以前打鱼的，现在都是外地人多了。我们是外地的。定居了吗？在这里，我们在这里10多有20年了。那大哥您是哪里人呢？湖南孝阳的。海上辛苦吗？是啊，海上辛苦。打一次鱼要打多久呀？打3、4个小时。有打口的，他按规定时间的，好像早上4点钟啊就开了嘛，你到晚上8点钟你自己不进出了，自己进不进出了。那打一次鱼能挣多少钱呢？比那个打工长一点点，差不多。这个不需要别人管制。自由一点。一次也有几百的也有啊，这个点子成本大。本钱大。几百块钱一次啊？这个一包300、380，10包就是3800。哦，就是你不管是打什么，就是一网。这是一包的嘛，这一包嘛，一包是7条嘛。这一网大概有多少斤哦？这个也是碰运气的，这个上没有，这个上有，这个是出海，这是碰运气的。哇，还有小螃蟹。当天打鱼2、2块吧。但像热天又有台风多，到冬天呢，最早就百风多，打百风了，就很少出去了，打百风就不出去了。前他们搞这里搞开发，卖几块地就大把的钱，不比以前了。以前这里不开发，打下鱼。像他们本地现在大把的钱了。那这些船是你们租的吗？还是？全是租的，本地人的，给本地人打工的有些。一年租下来多少钱啊？一年租啊？几千块哦。那你们平时除了打鱼还做些什么？海上没有货了，就做下抓工啊，别人建房子什么，做下1天，做下工啊。在这里什么都要买的，不比家里。这边的消费贵吗？消费贵哦，反正1个月要4、5千。生活费吗？生活费啊，1千要4、5千1个月。热天就比冬天要花钱一点。房子1个月7、800嘛，你看抽烟6、700，买油一个月要几百，1000多。你一个人在这边吗？
没有，我老婆。那你老婆会跟你一起出去打鱼吗？没有，她晕船。晕船啊？晕船好厉害的。两个时候给我来牵下网，捡下螃蟹，牵下网。他等下刚才我给我老婆打电话，他说给我送饭过来了，刚才打电话嘛。好。那你以后养老还会回去吗？养老啊？要回去。老家嘛，我又不在这里买房。那大概还等多久回去？那不知道哎，这个现在的法，现在不好做就回去了。